这是我们如何学习的第2讲，题目是规则和假设。人工智能到底哪一点不如人？你已经看过太多的利弊分析了。尼斯拉斯·迪昂从学习这个角度说，机器学习对人脑的仿生仅限于表层。是 AI 图像识别现在很强，但是图像识别只是人脑一个非常肤浅的功能。面对一张图片，你找到其中的物体并把它们分类，这一切只需要几十分之一秒，而且是无意识的。AI 能下围棋，但是本质上是靠模式识别，它无非是计算速度更快，能够记住更多的局面而已。模式识别能让 AI 看起来很像是专家，但是它并不是真的专家。凡是我们有意识的思维，比如说逻辑推理和抽象概括这种慢的思维方式， AI 统统不行。下面我给你举个例子，现在有些 AI 对话程序已经号称接近通过图灵测试了。比如说它可以扮演一个心理医生跟你聊天，你说我最近心情不好，他会问你是不是你的压力太大了？你说是的，压力太大了。他会接着说那你是工作原因还是感情原因呢？你看这个听起来很像真人。这种对话也能让你感到安慰，但其实都停留在表面。那我们怎么能让对话更加深入呢？我有一个主意，比如说给 AI 出一道题，咱们用符号 at 就是一个 a 外面加个圈，用 at 代表一种4则运算，已知1 at 2等于3， 2 at 9等于11。那你能不能猜一猜100 at 1等于多少？那任何一个成年人都能猜到 at 等于加号，所以100 at 1等于101。但是这个对于 AI 来说可就太难了，它涉及到猜测一个规则，然后应用一个规则。我不相信现在有哪个 AI 聊天程序有这个水平。所谓深度学习，恰恰是浅度学习。迪昂列举了人脑相对于机器学习的6个优势，这些都属于我们平时自己觉得很简单，但是对 AI 特别难的操纵。第一个是抽象概念，比如说字母 A 是什么样的？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一张图，这张图里面的所有的符号都是字母 A 的别的写法，那你一看到马上就能轻松认出来。我们看到无论是笔画粗点细点，还是直线呐、曲线呐、扭曲啊，或者增加一点修饰，不管怎么变你都知道它是 A， 这是因为你抓住了 A 的本质。再比如说对于椅子这个物体，那不管是3条腿还是4条腿什么颜色什么材质，你都知道它是椅子，因为你抓住了椅子的内在抽象概念，你理解椅子的精髓。而 AI 就没有这个能力。现在欺骗 AI 已经是一个热门活动，比如在香蕉旁边放一个小小的干扰，那 AI 就把它识别成了烤面包机。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这张图。而第2个优势是人的学习速度非常快，而训练 AI 就慢得多，因为训练 AI 需要海量数据。AlphaZero 确实厉害什么游戏它学到最后都能比人打得好，但是请注意，它初期的学习速度可是比人慢得多。AI 全靠自己瞎摸索，而人呢，你只要给他讲讲大概的规则，他一上来就能打得很有章法。再比如说语言，一个法国孩子每年大概听父母跟他说500到1000个小时的人类话语，那这点训练就足够让他在几年之内熟练地掌握法语。但是如果是 AI， 要粗略地掌握一门人类的语言，它需要多几十倍的训练量才可以。第3个优势是人很容易传递知识，比如你买一个面包机，那你自己看说明书学会了怎么用，然后呢，你给你妈妈也买了一个，她收到面包机之后，你给她打电话，3言2语就能教会她怎么用。而 AI 没有这个能力。机器学习的所有知识都体现在神经网络的那些参数上面，参数本身没有意义， AI 说白了就是一个黑箱。第4点是人类有时候用一个例子就能学会，比如说我教你一个新词假设说 forget我告诉你它的意思是忘记，那么我 forget 吃饭就是我忘了吃饭那这就可以了。这个人马上就能用这个 forget 造各种句子。但是 AI 并没有这种把新东西加入旧知识的能力。人脑的第5个优势是最关键的，那就是人拥有一个思想语言，这是一种内在的逻辑语言，能让我们进行推理。迪昂喜欢的例子是这样的，我们知道对任何一个数字，你总能把它加1，然后变成下一个数字。那么根据这一点，你就可以推导出来，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最大的数字，因为不管哪个数字加1之后，总有一个更大的数字这样呢，你就有了无穷大的概念。可能你本来不知道什么叫无穷大，但是你自己这么一推导，你就知道了。
思想语言让我们能用有限的词汇去组合出无穷多的新概念，这是只有人才有的能力，其他所有动物都不具备， AI 更不会。第6个优势是我们能够把几个技能组合起来去做一件全新的事情。比如我学会了加法和英语，那下一步呢，我就能检查英文账单。人脑会把技能迁移到新的场景，而对比之下 AlphaGo 下围棋只会标准的19×19的棋盘啊，你要是临时说咱们把棋盘变成15×15的吧，那它就不会下了。那我们要问人脑为什么这么厉害呢？你看这是不是也属于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智慧？妈妈领着女儿在公园里边玩，看到花丛里面有一只蝴蝶，妈妈说看蝴蝶，就这一句话女儿就记住了，下次再看见这个飞的东西她就知道这是蝴蝶。那请问她是怎么学会的呢？从 AI 的视角考虑，这可太难了，因为当你说蝴蝶的时候，眼前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，有花，有树叶，有泥土，天空，空气，对吧？孩子是怎么知道哪个是蝴蝶的呢？而且蝴蝶为什么是一个物体呢？它有可能是一种颜色呀，一个动作或者一种性质啊。也许妈妈的意思是说，你看这个花盆有旋转堆陈性啊，而孩子怎么就学会蝴蝶了呢？还有一些更抽象的词，比如说思考、自由、相信，这些孩子是怎么学会的呢？ AI 做图形识别可以，可是你怎么训练才能让 AI 识别自由呢？还有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是怎么知道我指的是说话者本人，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人呢？你得是一个认知科学家，拿孩子做过各种实验，你才能略知一二。迪昂认为，人脑学习的优势关键在于2个能力，一个是规则，一个是假设。下面我们先来说规则，稍微用一点规则，学习就能大大加快。你别看很多家长和老师抱怨孩子不遵守规则，好像让他们按流程做个数学题都很难，但其实每个孩子都在暗中掌握和运用规则。迪昂列举了孩子的几个学习规则，一个规则是尽量选择最简单最小的假设。妈妈指着小狗对孩子说 dog， 站在孩子的视角，这个词可能有2种含义，那是所有的狗都叫 dog 呢，还是说这只小狗的名字叫 dog 呢？你跟小孩说第1遍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，但是他会默默地记住这2个假设。那么换了一个不同的场景，你指的另外一只狗跟小孩说 dog， 那小孩马上就明白了 dog 指的是所有的狗，他没有再猜测别的可能性，比如说 dog 是不是指公狗或者比较小的狗呢？他没有，他先采纳最简单的假设再说。好，这是第1点，假设。第2个规则是注意力，当一个人谈论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的注意力一定是在这个东西上。妈妈在说蝴蝶的时候，要么他会用手指着蝴蝶，要么就会用眼睛看着蝴蝶，而所有的孩子就知道蝴蝶是在说什么。那科学家是怎么知道孩子会使用这个规则的呢？科学家做了这么一个实验，在实验室里面给孩子手里拿一个他从来没玩过的玩具啊，比如说一个潜水艇的模型，老师对孩子说潜水艇，好，那孩子就知道这个玩具叫潜水艇。但如果不是老师冲着这个孩子说，而是头顶上的广播里面说了潜水艇，好，那孩子就不会意识到这个玩具叫潜水艇，他也就学不会这个词。第3个规则是在这个、那个还有英文的 the 这个定冠词之后，跟着的总是名词。连12个月大的婴儿都能运用这个规律，你每次都说 the， 他就知道后面跟着的一定是个东西，而不是一个动作。第4个规则是在通常的情况下，2个不同的词不会指代同一个东西。比如说壁上有很多玩具，其中有一个新玩具是孩子没见过的，你对孩子说你把那个科科科拿给我，他是没听过科科科这个词的，其实就是你瞎编的啊。但是他会把那个新玩具拿给你，因为他知道其他玩具的名称都不是科科科。有些聪明的狗能听懂几百个单词，这个拿玩具的测试连狗都能通过，而 AI 还做不到。除了上面这些，还有很多别的规则。现在人们也在研究让 AI 基于规则学习的方法。我们之前在朱迪亚·波尔的《为什么因果关系的新科学》那本书里面也看到 AI 也在学习因果关系，只是所有这些努力都还很初级。那人脑是怎么知道这些规则的呢？有些肯定是天生的，婴儿一出生就已经知道一些关于规则的规则，也就是所谓的原规则，甚至一些原规则的原规则。但更多的情况是我们自己在大脑里面先创造规则，再去验证规则。
这就涉及到大脑的第二个关键能力，也就是假设和检验。提出假设，然后检验假设，这是科学家的工作方法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贝叶斯方法。贝叶斯方法讲究观点随着事实发生改变。那么请问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是你自己假设出来的。面对一件事情，大脑会假设几个规则，然后通过观察去验证哪个规则成立的可能性更大。比如说你在聚会上遇到一个人叫小王，发现小王不怎么说话，那小王是什么情况呢？你提出了下面几个假设。首先，他性格比较内向，或者他可能是个哑巴，或者呢他不会说中国话。然后你试探性的跟他说了一句话，比如说你好，你发现他好像听懂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应该弱化前面他不会中文这个假设。婴儿就是这么学习的。我们专栏多次提到过一位发展心理学家叫埃迪森·高普尼克，他经常鼓吹婴儿都是科学家，都是贝叶斯方法专家。他们猜测规则，验证规则，就掌握了规则。迪昂认为人脑的学习过程是下面这3步：第一，使用思想语言创造各种假设的规则；第二，在实践中验证这些假设，找到最可能的规则；第三，用这个规则去学习。这就是为什么人脑学习的那么快。你要是认同他这个理论，哇，那人脑可就太厉害了。迪昂据此有一个惊人的论断，他认为每个人一出生其实就已经掌握了所有的知识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可以用思想语言自行推导所有的假设，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猜测，剩下的只不过是调整那些猜测的可信概率而已。这就如同把头脑健全的你穿越到一个外星球，那个地方的办事规则跟地球完全不同，但是你知道一点，那里的人办事儿也是有规律的啊。那没规律我们就谈不上学习了吗？那就凭这一点，你就等于是知道了那个世界的全部，你就可以假设各种各样的规则，再去一个个验证，把可能性低的假设给排除掉。所以学习的本质不是做加法，而是做减法。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，你已经都学会了，你要做的只是验证。你相信这个论断吗？婴儿真有这么厉害吗？下一讲咱们来看看认知科学家是怎么验证的。